中共是不是在干坏事儿，然后导致自己能死？是啊。今天咱们讲一个2026年中共干的一个加速的事儿，这事儿很有意思。为什么今天给他讲？因为我没想明白，就中国共产党他妈的剥削，把民众的钱拿走，封锁，干这个坏事儿，干那个坏事儿，这我都清楚。但是我是特别没想明白，就是他现在已经开始出作死的东西了啊，作死的东西了，好吧啊。房地产，你还考虑房地产啊？你知不知道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有人正好聊天说到这儿，我说一句，你建议你查一下，那天给我查完了，我都觉得是假的。哎，我他妈一看网上，抱歉啊，带脏字儿习惯了，竟然是真的，给我乐坏了啊！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宝鸡？有人知道宝鸡吗？陕西的宝鸡第2大城市，有人知道吗？啊，宝鸡2025年4月有一个姓吕的西安人买了一套40平米的2楼的40平米的房子，花了3万块钱，3万。结果他一个朋友今年在同样小区7楼顶层买了一个40平米一样的40平米的格局的房子啊，没有电梯啊，7楼顶层走楼的。你们猜多少钱？你们猜多少钱？有没有人知道这事儿？还不是什么很偏的地儿。有没有人知道多少钱？40平米的房子啊，不猜不说了啊。新闻呢，8000块钱完成过户，不是1平米8000，是啊，对，有人知道是全部40平米花了8000块钱。去年2025年3万40平米，今年8000。为什么？因为真的卖不出去，房主着急销售，真的卖不出去。也就是现在这个买方市场到了多夸张的情况，你们想想到了多夸张的情况。就是刚才有人调房地产，说房地产是什么情况，我操，你们就真的想想。所以有人，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买房，我多少年3年告诉你，买房，你谁买房除了刚性需求那没办法，比如结婚等等，你现在买房都是买在山顶上。你别觉得降了，你都是山顶上。你看过几年那房子才是什么价格呢？啊，才是什么价格呢？对呀，是200块钱1平米，那建安成本都不够，建筑成本现在像那房就算老破小，它也得1000多块钱1平米，所以200块钱1平米连建筑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这就是话题。但是这个跟大家讲的是。中共今天作死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法典啊，影响很大的一个法典，明天开始实施。大家应该知道，明天在中国国内开始实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这个法典呢，有很多条，大家看，比如200多条，里面250条吧，我记得是250条，第250条，好多条。比如说这个法律啊，这是法律，不执行那这了得了。明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业住宅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原有能够产生油烟、异味的餐饮项目继续经营的，必须达到排放标准，且不得污染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啊。当然，什么叫做污染附近居民正常生活环境，没有任何解释啊。中共的生态环境部对这部法典的公告进行了解释，但是对于刚才我说的怎么就叫居民生活环境被污染了，没有解释，没有标准解释。那里面讲了什么？比如说它的解释中要求地方政府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中要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这什么意思？一会儿我一说就完了啊。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啊，大家感兴趣自己查，我就不全念了。老百姓的话讲什么意思？跟大家讲，就是现在你已经在干的运营的餐饮项目，如果这个项目是在居民住宅楼的，比如说底层啊、底商啊，或者在商业住宅楼的没有配套专属烟道的啊，或者在商业综合住宅楼内与住宅层关联的这里面的项目，
啊，那产生油烟异味的这类的啊，这个废气的这些项目都要重新评测，必须达到环保排放标准，而且不能污染附近居民的生产环境。现在已经干的啊，已经干的，在这些领域中啊。那如果你达不到标准，比如说没法达到环保排放标准，或者你就是污染附近居民环境，面临的不仅仅罚款，开始是罚款，但实际上你都不用罚款，就一个结果，必须关门。按照法律，因为你不达标不能经营，罚了款不达标还不能经营。那为什么不能啊？因为按照中共生态环境部的解释，这明确解释啊，讲了，就是如果不达标，你要通过改建达标的，那他妈你不得把，对，你不达标，那你不得改建吗？重新建吗？抱歉，上面写的很清楚，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项目都不许干，所以你不达标还他妈不能改。你不达标就想办法达标，拿嘴上的达标。如果你不达标要改建，那你这个项目就得取缔。大家明白了吗？哎，这厉害吧？人家不让你干，人家两头堵。那有人说这是原有干的，那大部分人很多干不了了，那我就新干一个呗，我转让给别人，别人干。别想了，刚才我讲解释，因为你转让给任何人，他接盘你的房子做餐饮，他就必须新建、改建、扩建。只要你涉及到新建、改建、扩建，那对不起，那就是法律明确禁止的项目。所以为什么生态环境部解释要求地方政府负责注册企业注册的部门在注册的时候明确告诉注册者啊，什么叫禁止？就是你选的地方不能做餐饮，因为原来就是做餐饮，你要去就得改建或扩建或新建，你改扩新建你就变成禁止项目，所以你这个地方就不能做餐饮，不能给你注册。明白了？原有的一大部分被剔除，想转让出去给别人新干，没门，不可能有人干。那大家明白了吗？这个政策为什么我说很牛？这个政策确实很牛，就是目前中国的现状，大家知道，经济快速下滑，失业者越来越多，社会动乱，零售消费数据创历史新低。那你这政策一出，这是法律，明天就要实施法律。再说一遍，不是法规、法典、法律，那不是一大堆小微餐饮门店就被强制关门了。这一大堆要有多少数呢？根据中共官方公开数据，截止2025年3月，去年3月啊，整个国家餐饮门店接近800万家，800万家分配，其中住宅楼一层底商餐饮跟一层商铺餐饮门店200到280万家，280万家之间，社区外围餐饮沿街商铺、普通街边店面220万到280万家，商业街和小型商业体的餐饮店在70到100万家，购物中心跟大型商业综合体餐饮店在50到80万家，独立物业酒店和写字楼等配套餐饮在80到120万家，中间有很多交叉，共计去年3月800万家左右。那这次受法典的定义明确受影响的大概有多少？有400万家左右。那如果这400万家有一半，比如排除了什么咖啡店、冷饮店、烘焙店，这是不产生油烟的、不起火、没有污染的，那受影响最少排一半是这个，也有200万家。那这200万家呢，目前几乎判定达标的应该很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那如果这200万家都是夫妻店2口子加3名员工，200万家每家5个人，就会涉及到1000万左右的经营和就业岗位。所以哪怕这200万家以每年20%到30%的速度关闭，3到4年内关了，也会给这个社会新增上千万的失业人口。由于200万家关闭，涉及到的房东、食材配送、装修、设备、外卖等行业，影响范围就更大了。而且餐饮店，不管是个体、夫妻店，这里面所有的人本来是中国社会叫低劳动技能的人的核心群体，所以餐饮店你连锁加盟都不吸收，他们这些小店就是吸纳这些劳动技能最底层人员的重要领域。当他们都没了以后，这些人员散到社会上，
重新就业面临的机会，微乎其微。送外卖现在都是大学生了啊，所以200万家原本的餐饮将几乎都面临倒闭。那这200万家倒闭后的房子呢，就长期无法出租，因为原来干餐饮呢，你干其他的东西，可能改建成本都很大啊，那你房租就得拼命降价，对啊，你这个店主就得拼命降价来吸引别人进来，非餐饮的。而你这些降价就会引发当地很多连锁性的这种店面的价格下降，恶性循环，市场动荡，等等等等啊，咱都知道了啊。包括这些餐饮店很多经营者、内部人员啊，什么负债没有还清啊，失业找不到工作，沦为社会底层啊，等等等等，好吧啊，这个不聊了，就讲这么一个事儿。那也就是说，2026年为什么我说很有意思？因为中共在今年出了太多的政策，但是以前政策甭管是跟老百姓要钱呀、剥削呀、闭关锁国呀等等，就很多政策你看得清的目的来源是什么？那这一次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出台的目的我是不清楚的，就是这个法典出台的目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对于他的独裁来讲，没有任何正向作用，反倒对现在中共的经济、政治、社会维稳各方面要造成大量的负面效应，会让很多地方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对，就看不到它正面效应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出来的，就跟大家提一句，大家自己看。但是结果我们就看出来了，就是一步一步，今年这么多政策，一步一步就让你们没活路，没活路，没活路。但是以前你们没活路，中共有活路，现在新出的政策，你们没活路，中共有好处吗？也没有好处，还有很多负面，但是他也要出，那咱就不知道了啊，也可能是中共生态环境部为了他妈的自己的政绩啊，要干这么一个事儿，习近平傻逼也不懂，结果就出台，他们驱动以后，人大过了这么一个法典啊，但是明天开始，全国政府就要按照这个法典干活了，干活了，你不干好，那你违了法，那你的竞争对手政府内部可能纪检委监察委可能很多人就盯着看，那你干好了，当地什么情况那就不知道了。好吧，不作死不会死，王朝末期很多看不明白的这种混蛋性的政策也就纷纷出来了啊。正常总体的原因咱们只能给它归纳为王朝末年了啊，王朝末年。梁皇有时间咱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啊，梁皇有时间咱也不知道有没有弄粮食的时间啊。中国全是这样的矛盾。最近看小笑话，最后跟大家分享小笑话。比如说小明课堂上，小明问老师说：“我们中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爱国吗？”这个老师说：“爱国呀，毛主席很爱国呀。”小明说：“那我记得毛主席是出生在少年成长在大清帝国，后来主要青年成长在中华民国。”也就是他那个时候，不管在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他为什么都不选择为国效力，而是要推翻这些国家？老师说，因为这些国家腐败专制啊。小明说，腐败专制就要推翻是吗？所以毛主席爱国吗？如果一个国家腐败专制，你就要推翻是吗？然后老师，大家都知道啥意思，大家都知道啥意思。对呀，你爱大清帝国吗？你爱中华民国吗？如果一个国家腐败专制，你就应该推翻它。那毛主席做的事是我们的榜样。那现在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推翻，大家自己去想，好吧？啊。